喂，喂，佳瑜，今天是周末，有空见一面吗？不好意思，我没有时间，我很忙。还有事吗？没事，我挂了。别挂别挂，我找你真的有事儿。我把你之前在科美的专用的那套手术器械给带回来了，所以想着如果你有空的话，我就交给你。就这事儿，也没别的。喂，你把地址发给我吧。好的。赵先生，请问现在点菜吗？再等一下。哦，对了，我订了花根蛋糕，如果到的话，麻烦先拿进来。好的。欢迎下次光临。你好，请问有预定吗？有预定。这边请。15号包间，赵先生订的。我帮您查一下。15号。张姐，15号包厢订的蛋糕还有花送到了。女士，您跟他走就行了，他去的就是15号包厢。不用了，谢谢。喂，刘峰，现在我刚好有时间，让他们在医院等我吧，我马上过来。唐主任，唐主任不好意思啊，这星期天了，还打扰你休息啊，没关系，反正我们没有假期。刘峰说是您的姑妈吗？对，身体不舒服。是姑妈，这是唐主任唐主任你好。你好，姑妈，唐主任平时忙，算咱们运气好，今天正好没手术。是，您看刘峰虽然人在外地，还是惦记着您的。是，就是麻烦唐医生了，谢谢你啊，唐主任。不客气，病房已经准备好了，跟我过来吧。好。林太太，你说有事儿，什么事儿？叫我周玲。刚才我姑妈在，我不好多说。其实我姑妈挺可怜的，没结婚，也没生孩子，家里一直都是她一个人。这些年吧，她老说自己不舒服，我们也带她去医院查了，可什么都查不出来，就说她有高血压。可是呢，最近她老说心跳加快呀，胸口发闷。我觉得呀，她就是太寂寞了，想找人陪着。刘峰也说了，干脆就好好查查，让她彻底放心，以后啊就不用折腾我们。主要就是刘峰工作也忙，我平时还得照顾2个儿子。你是说，其实他没有病？是啊，我觉得可能就是忘了吃降压药了。正好这次啊，您查完了以后，一定要跟他说，这些症状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以后按时吃药就行。唐主任，都安排好了。那既然来了，还是先查查吧。高血压多久了？平时都怎么不舒服啊？高血压确诊1年3个月了，我每天都吃降压药，可是这血压还是忽高忽低，有一次我测到200多，哎呀，我就觉得头疼，的心口憋得慌。哎，姑妈，那血压仪坏了，刘峰说了，再给你重新买呢。那可能是我记错了，反正我就是觉得身体不舒服，不得劲儿。不用担心啊，我给您做个超声查一下。好。是。不会真的是冠心病吧？倒不是冠心病，不过心脏有占位性病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才能确认。我马上看单子，我们马上做啊。您先稍微等一下。占位是什么意思？没事儿，可能有点小问题吧，查了就行了啊。
怎么还不出来啊？周老师，哎，主任，你帮我催一下周淑珍的 CT， 还有血尿儿查方案的结果。你就说是着急要诊断，让他们尽快。好的，主任。周末结果出的慢，病人情况不好。是我想知道结果行不？而且是刘峰的姑妈。是吗？什么病啊？还不知道，没确诊呢。你怎么来了？你们医务处周日也不休息啊？在家待着没事，来医院反而踏实。找你2件事：第一，王海明的公司真要搬到医院来？对啊，等到样机缩小之后，马上要做动物实验。他公司离医院太远了，不方便。而且什么？而且辉格没有入资，我们医院给的钱又少，所以他公司的租金就成困难。这点我一点都不惊讶，他那个人脸上就写着不善经营。那你给他找到地方了吗？让他来找我吧。哦，第2件事呢？啊，第2件事就是我说的送春风活动。医院规定春天送，现在都已经是夏天了，其他科室都已经送了好几回了，只有外科是个老大难，尤其是心外和神外。我刚才在崔争强那碰到钉子，你不要再推脱了。我不是推脱，就是有个问题想问，送春风是干什么？你不知道吗？主任，周淑珍的检查报告拿来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不跟聊了。哎，那你别忘了，可是你们科室抽2个人去送春风。知道了。今天下午开始连送3天，物资到医务处去领。记住了。还有什么事儿啊？今天晚上我要跟小王大夫见面，你有什么忠告吗？点饮料的时候，眼睛不要离开饮料杯，免得别人给你下药。这就是你的忠告。你不是没有约过会吗？这是第1次约会的基础常识。哎，小王大夫又不是什么犯罪分子，你完全破坏了我对今天晚上约会的浪漫想象。这就是我的目的，打消掉你浪漫的幻想，冷静的约会吧。走了。你别忘了送春风啊！主任，早上查过房了，怎么又把我们都叫回来加班啊？这大礼拜天的。我还答应陪我女儿去学棋呢。主任，我正睡回笼觉呢，梦见我做手术呢。哎，我觉得在家追剧反正也挺无聊的，还是上班好。还是讲百炼最有发展空间。我告诉你们，让你们来是不会后悔的。先抽签。抽签？我发奖啊？哎，林向东呢？哦，龙哥说他晚一点。都抽好了哈。来吧，咱们说正事儿。病人周淑珍，65岁，因高血压、胸闷、头疼、流汗入院。经过拍片检查呢，发现心脏有占面性病变，位于主动脉的根部，已经压迫冠脉，所以做进一步 CT 检查和血尿儿查方案检查。这上面是检查结果，仔细看一下。没看出来吗？需要我再提醒一下？有一种肿瘤原发在肾上腺，非常罕见，会异位生长，但是最罕见的是长在心脏上。它是副神经节瘤的一类，虽然大部分都是良性的，但是因为它会分泌而查分胺，所以会导致病人因为高血压还有并发症死亡。我知道了，心脏是个细胞瘤。答对了。就目前这个 CT 的结果来看呢，是完全可以切除的，但是要修补一下主动脉，还有左心室。从哪个位置入刀能更安全一点？哎，王医生怎么穿的这么正式啊？今天又到那天了呗。龙医生，或者你现在怎么来这么晚？今天是我未婚妻忌日，我刚才去了趟墓地，稍微多待了一会儿，
所以就来迟了。时间可真快，一晃都3年了。你也别太难过了。谢谢护士长。那我先过去了。主任，不好意思啊，我来迟了。把签抽一点。啊？哎，什么性病？心脏是个细胞瘤。啊？哎，这种病很少见啊。我查过文件，说全世界病例报告加在一块才100多个。主任，从哪找到的病人？这是副院长的姑妈。正是因为这个病例实在太罕见了，所以我才叫你们回来，让你们长长见识。没失望吧？不失望，不失望，还有机会发表文章。不过有一件事说了，可能当中有人会失望。什么啊，主任？医务处说让我们科找2个人去帮他们参加送春风活动。刚才抽签就是为了这个。谁抽到最短的？来吧，先。哎，大钟叔跟廖主任最短。哎，这，那就愉快这么决定啦。你们2个送春风，我们去看病人。这主任刚才这抽签的时候可没这么说，这不算数，这得从周这个。主任。那如果我说了，你们2个还会抽？不是主任，你们2个好好送春风，为科室争光啊！不要再争辩了，我们走吧。肿瘤？是个细胞瘤，通常会长在肾上腺上，极少的时候会长在身体其他部位，统称异位氏个细胞瘤。心脏是个细胞瘤，属于后者。就是因为这种肿瘤，让您高血压还有其他症状。不过肿瘤一切除，血压就会正常。不过，这也算是好事吧。姑妈，这都要开刀了，还好事呢。总算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不会像以前那样疑神疑鬼的，我心里踏实点。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病也不是难治的，只是平时很少见，而且手术起来比较复杂而已。我也听不懂这些，要不你跟刘峰说吧，听听他怎么讲。刘峰在开会，你不要打扰他好吗？没事儿，您有个做医生的侄女婿，就是这个时候用的。喂，刘峰啊，姑妈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我让唐主任跟你说吧。喂，刘峰，是心脏是个细胞瘤。你确定吗？确定了，而且已经压迫冠脉，我觉得应该尽快手术。这个手术的话，最难的是麻醉。叶一鸣来看过了。叶主任最近不排心外的手术。喂，刘峰，干嘛？不是唐主任的手术，你为什么非得让我去啊？再说了，今儿我休息。什么？秦主任、廖主任，这次送春风啊，一共要去3个郊区县义诊，1天1个。这个呢，这个是去年送春风活动的病人名单，今年有回访，并向这些病人赠送一些生活物资。当地卫生院会帮忙组织筛查这个先心病、冠心病，向这个高血压患者赠送一些药物，物资跟药品就都在这儿了。后勤部会派车帮你们送过去。叶主任，看过病人吗？情况觉得怎么样？病人出现了头痛、心悸、出汗、3联征，
加上影像学检查，可以确诊。应该再做一个取态显像，定位肿瘤。已经通知核医学的人了，江百烈一会儿会送病人过去。你打算什么时候做手术？我想明天。明天？不行。嗜铬细胞瘤会分泌儿茶酚胺，导致血压骤升。手术时，你外科医生的手但凡碰到了肿瘤，儿茶酚胺的量都会分泌，血压就像过山车一样。不能用药控制吗？我知道很困难，但是没有但是，必须保证术前用药的充分时间，调节血压和扩充血容量，否则在切除肿瘤的瞬间，内儿茶酚胺量骤减，血容量跟不上，会出现难以纠正的严重低血压，对病人十分不利。可是现在肿瘤已经压迫冠脉，如果不手术的话，病人很有可能会猝死。那也不能贸然上台。别的病还好说，嗜铬细胞瘤术前用药跟手术一样重要。能不能不那么死板？这个病人情况很特殊。这不是死板，正是因为他的情况特殊，我们更要遵守安全守则。麻醉负责的是病人在整个围手术期的安全，术前、术后、术中我们都要管，不像你们外科医生开完刀就可以甩手走人。叶主任，什么叫外科医生甩手走人？这是我的病人，能不能不要把个人的情绪带到工作里？我没有带任何的个人情绪，是你太草率了，只看到肿瘤，没看到病人。既然我们两个的意见这么不统一，要不要问一下刘峰，听听他的意见？事情就是这样的，刘峰现在外科跟麻醉意见不统一。我觉得是这样啊，基于嗜铬细胞瘤的特殊性，我觉得现在应该推迟手术，保证术前用药的时间。如果不是因为压迫冠脉的话，我也不会急着手术。现在的情况是冠脉和术中低压是一样危险的。我知道，平时都是外科占主导，但这个病啊，还是交给叶一鸣来决定吧。我相信他的判断力。我没问题啊，就是不知道唐主任能不能接受。夏雨，我也没问题，那就这样吧。那我现在就去给病人用药，调节病人的血压。叶一鸣，冠脉如果被肿瘤挤压闭合，病人很有可能救不回来。喂，佳瑜，你在医院吗？我在心脏中心外面，他们说你不在。我在去手术室的路上，没有去餐厅，那是因为你跟我说谎。说谎？我怎么说谎？你说给我送医疗器械，但是你为了别的目的去的。上个月我们结婚满9周年，这不是错过了吗？所以我想补过。生活里总是要有点仪式感的。手术器械，我想着吃完饭再去酒店拿，我也没说谎。这对于我来说就是说谎。我要上手术了，再见。哎，这……你想吃什么随便点，别客气。不过我还没有想好。那我帮你点。你没什么忌口吧？没有。那来2份蔬菜沙拉。喝的苹果汁。不好意思啊，我那个平时吃的比较素，因为健身。没关系。你健身啊？对啊。哎，你哪天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找我啊，我带你一块玩。不过健身我不太会。这不有我呢吗？我教你。哎，其实吧，我现在心脏不
太舒服。啊？怎么了？我一见到你，我心跳就特别快。服务员，周阿姨，你别紧张，现在的目标啊就是控制血压，等血压控制好了，您就可以手术了。我不紧张，叶医生，你今天下午把我的这个病那么仔细的都跟我说清楚了，我明白了也就不紧张了。那您好好休息啊。哎，谢谢。哎，叶主任还没走啊？啊，周树珍的药啊，我又调了一下，这是新医嘱，今天晚上就给他用了。好，那我先去药房拿药。辛苦了。应该的。冠脉如果被肿瘤挤压闭合，病人很有可能救不回来。这地儿还挺热闹的，下雨还这么多人。小王大夫，哎，你们怎么在这儿？我们刚一起在健身房上完团课。王硕，你今天怎么没去呢？哎，就是你可不知道，今天那团课都没几个男的，全是女学员，要说就仨字儿，特没劲。我今天没约上课，约满了，所以我就没去。哎呦，我约课，下回约课你找我呀，我帮你约，咱们大家一起练不是吗？就是啊，你还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腹肌练的怎么样了。就是，好东西别藏着嘛。哎，对了，这位是？哦，我一同事，刚一块吃饭来着。是啊。哎，你们今天练哪儿了？练的上肢还是腿啊？我们练的腹肌。练的腹。是。叶主任，这么晚了有事吗？术前的准备时间还是不能压缩，但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也想到了，介入支架。那好，明天早上介入课见。好，介入课见。我走了。姑妈，你放松啊，没事的，一会儿就好了啊。有点胖。没事没事。不用害怕，放心吧。周林姐，我先把病人送去介入科，那个叶主任和唐主任已经自我支配了。哦，谢谢你啊。你放心啊，放松点，辛苦了啊。这个吗？嗨，你好，我问一下，周淑珍是住这间病房吗？是啊。你们是刘峰的朋友吧？哦，我是他太太，我姑妈去做介入支架了。那个刘峰是谁啊？我们是找那个周工程师。周工程师。你们是？哦，你好啊，那个我们是受厂里同事的委托，特意来看看周大姐，她现在情况怎么样？正在做手术的准备，情绪还是稳定的。不过我姑妈都退休好多年了，像她这个年纪，
恐怕不可能跟我姑妈共事过吧？是这样啊，那个周大姐一直是我们厂里的楷模，她改进的发动机涡轮扇叶到现在还是我们厂的主打产品，所以这些刚进厂的年轻同事们都特别崇拜她，非得跟着来看看。啊，崇拜我姑妈？那当然了，要不我们再等等周大姐。哦，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能做完，而且医生也说了，让她少说话，不能太激动，主要是控制血压。也是哈，那我们就先回去了。昨天啊，听说周大姐要做手术，厂里的微信群呢一直就没消停。这样您给她带句话，说大家伙啊都特想她，等她做完手术，我们去家里看她啊。好，那谢谢你们啊。这水果您给她留下。对，哎，不用了，拿着吧，拿着吧。拜托了，拜托了啊！好，再见啊。那我们先走了，好，再见啊。进来。处长，安心医疗的王工程师来了。好，知道了。你们公司打算什么时候搬过来？尽快吧，时间是研发的生命线。到了，就是这里。就这儿？这就是你让我们办公的地方。欧阳处长，人工心脏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之一。我知道，你已经跟我说过很多次了。王工，医院就这么大，你不是医生，把你安排在门诊或者住院部，一是没有地方，二格格不入。不过接下来人工心脏要进入动物研究实验阶段，这里是动物实验中心，你在这里办公最方便不过了。我也是基于以上考虑才选择了这里，给你们安排了3个研究室，足够宽敞。我们原来办公的地方，物业会定期来管理，各方面都比较方便。对于搬到这里来办公，我是有顾虑的。这些顾虑你都不用有，动物实验中心还是有很多好处的，比如说，不用交房租。带我去看看。慢点。哎呀，慢点。没问题，没问题。好，好好休息，支架做得很不错。如果哪儿不舒服，随时叫护士跟医生。谢谢唐主任，没事。我出来跟你说一下，支架已经放进去了，冠脉暂时不会出现闭合的危险。最近几天，麻醉科的叶主任会集中控制他的血压，扩充血容量，目的是为了锻炼他的血管。到时候手术的时候，出意外的风险会降低很多。最近几天他身边最好不要离人，你们有空要多来看看。刘峰会议一结束就会尽快赶回来的。好，那我先去忙。哎，唐医生，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在你看来，做一个家庭主妇是不是特别失败？为什么会这么问？我姑妈都退休好多年了，又是孑然一身，家里人都习惯同情她，觉得她可怜。我都忘了，她曾经是发动机厂的工程师，到现在厂里还生产着她改进的涡轮扇叶。那个时候，我家里条件不好，姑妈总是又给钱又给东西的接济我。后来，我嫁给了刘峰，刘峰也越混越好，我也当上了全职太太。可是我姑妈却退休了，在我的家里人看来，我和姑妈的位置就像换了一样。我一直挺骄傲的，觉得自己的丈夫很厉害。可是今天，我忽然发觉，家庭主妇在别人眼里就是个失败者。你管理着全是男医生的心脏中心，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你最有发言权。所以，我想问问你，我觉得职业妇女跟家庭主妇的区别在于，职业妇女会把时间花在工作上，所收获的成绩都归自己。比如我，别人会认为我是一个很棒的外科医生，但是家庭主妇会把时间花在家庭上，要心甘情愿退居幕后，用自己的人生成就别人的人生。比如她的丈夫，比如她的孩子。可是我做不到。但是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女性可以做到，我从来没有觉得她们失败过。你真的这么觉得吗？当然，简单用成功跟失败来划分人群，不客观也太武断了。凭什么去评价别人的人生？没有人有资格。谢谢你。白丽，病人刚从 ICU 转出来，还是得多注意观察。放心，大哥。让他多喝点水啊，2个小时没排尿。这间还盯紧一点。主任，麻醉科的李潇已经把周医生接走了。好，知道了。主任，终于可以做这台心脏室各细胞瘤的手术了。要说还是叶主任谨慎，坚持把病人的血压控制到最佳状态，才肯封口。那这台手术是叶主任主麻吗？那当然啊，肯定是叶一鸣主麻啊。最考验麻醉技术的时候到了。准备上手术吧，这台手术有叶主任，大家可以安心了。等一下，血压升到200，手术暂停。血压正常，手术继续。对一下管道，转机，不降温。肿瘤已经切除，血压现在这么稳定，看来是叶主任在术前血压控制得很好。那应该差不多可以关胸了。交给我们吧。哎，等等，血压骤升了。为什么？唐主任，会不会没有切干净？不可能，心脏的是个细胞瘤，我切得非常干净。那现在的血压情况，这只能说明病人的体内很可能还有一颗是个细胞瘤。还有一颗？怎么可能啊？要调一下术前检查 CT 的结果给我看一下。调下 CT。唐主任，你看，肝脏那个，看到了。肝脏后方是不是有一颗是颗细胞瘤？虽然很小，好像是有一颗。通知普爱来会诊。哎，唐主任，手术很成功，只是术后需要监测一下儿沙酚胺的量，但我估计问题不大，你可以放心了。
谢谢唐主任啊，真的太感谢你了。不用客气。唐主任，叶主任刚才看过，说情况挺好的。哦，他说他今晚不走了，会一直监测病人的病情。记得认真点啊。叶明，今天能跟你一起做这台手术，我挺开心的。以前就知道，但是今天我更确定，你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麻醉医生。希望今后我们还可以一起手术。我也一样。哎哟，赵教授，你来了。秦医生，找唐主任找到了吗？不是，能请你帮我个忙吗？说。这个麻烦您帮我转交给佳瑜，这是他之前在克梅德心脏中心专用的器械，他用这个会比较顺手。没问题啊。不是你怎么不亲手交给他呀？我问你个事儿，你别介意啊。你们俩现在是不是住在一块儿了？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好吧。谢谢啊。放心吧。哎，赵教授，别好，我先走了，再见。啊，就走了就。赵教授，你为什么不走？啊？去的时候脏活累活都我干，回来上回是我，感觉春风我一人送的。这赵教授多帅啊，漂亮啊！好了，我去交给他，你赶紧抓紧时间把报告写出来啊！报告我不写啊，什么都让我来干。哟，回来了。心脏是个细胞瘤，这手术就这么做好了。是个很有意思的手术，只是很可惜你跟梁小波手气不好。那个赵教授有东西给你，我给你放桌上了，你看一下。好。来看姑姥姥，赶快去！哎呦，我的宝贝呀，快来，慢点，慢点。哎，姑姥姥刚做完手术，你俩轻点啊。没关系，没关系。跟你们说啊，姑姥姥可想你们了。我们也想姑姥姥，姑姥姥要快点好起来呀！哎呦，多会说呀！是啊，是啊。这次多亏你跟一鸣，改天请你们吃饭。不用了，平时欠你那么多人情，偶尔也是要还一还的。算你有自知之明。不喝为什么？甜的。姑妈恢复的不错，什么时候出院？应该快了，再过几天吧。对了，你是不是应该找时间多关心关心你太太？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夫妻这么多年，也要相互多体谅一下对方，关心一下对方。
玩那个。秋莲什么都不缺，我们夫妻关系那么好，她够幸福的了。好，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我走了。哎，谢谢。猜猜我喜欢你们俩是谁？嗯，猜猜。静，我们去上手术了啊！好，我马上来。您这么好的器械放在这儿，我给您带过去吧，让他们消了毒，回头您可以用啊。不用了，咱们安和的器械，我用着也挺顺手的。行，你顺手就行啊，我先过去了啊。我就让您早起这么一会儿，至于吗？还连天成这样。这么一会儿，要提前半小时，什么早餐啊？还起这么早？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广东早茶，尤其是那个凤爪。我一吃这凤爪，我就想起你。相信我就找了。我就相信你肯定特喜欢这个味道。哎呀，尝尝尝。主任早。我的天哪！快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啊，多放松点，稍息。走。哎，我怎么觉得今天这架势不太对呢？你们这一个一个，这餐不会是鸿门宴吧？是不是有事要求我办？怎么可能是鸿门宴呢？那我就代表大家说两句啊。这个最近呢，我们的手术量是上升了，我们的技术呢也是突飞猛进的。然后我们为了表示对你的感谢，我们这个重病组就特地准备了这么一顿丰盛的早餐，以示感谢。那我倒是有一点疑问了啊，如果要真是感谢我，不是应该请我吃大餐吗？就吃外卖吗？这你要都不喜欢的话，那就撤。别，来都来了，哎，都起来了，提前半小时是吧？来了啊，尝尝。尝。这家不是很好吃吗？快，你去尝尝。不是我跟你说，来，这主要推荐。我跟你说，再来一种，吃一次你就怎么样？是不是太好吃了？是吧？出餐晚了，出餐晚了。哎，主任早。你吃个外卖有必要那么紧张吗？不紧张。你吃了吗？啊，没呢。没呢，去食堂吃去吧。主任快吃。哎，你也吃啊？哎，主任吃下去。哎，快吃。小白骨。这才点的。这个好吃啊。来尝尝这个。哎，那个我知道。你要快的。对。说嘛。好吃。还起床？没有，就吃完了。ICU 的病人我也看过了，今天没有能转出来的，就得继续观察。那你出门诊了？走吧。主任慢走。你至于那么夸张吗？你生怕主任看不出来是不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啊，我以为这餐厅弄错了，因为餐没到呢。哎，不是，餐厅为什么给我打电话？用你手机订的餐，密码不就是你生日吗？啊，上回录。谢谢廖主任。不是用我手。这么贵？刘峰，刘副院长，有什么要汇报的吗？汇报什么呀？先把你那嘴角擦擦吧。我呀，刚下手术太困了，胡说八道的，你就当没听见啊。哎，给我整点硬菜，不要牛奶面包。吴主任的还是崔主任的？红烧排骨饭。那你记住了啊，还崔主任一份儿，不然啊，他又要抓狂了。什么事儿啊？把刘副院长累成这样，熬了一通宵。双肺移植，凌晨到的供体，把我从家里薅过来了。你来正好问你件事儿。你说。吕娇说，你最近没有排心外的手术，不会是和唐佳玉老公回来这事儿有关吧？啊，不是我前一阵子不是手术太多，有点累嘛，啊，我就想休息休息，怕状态不好。最近不是又排上了吗？
真的？什么真的呀？我和唐佳宇，我们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算了，不拆穿你了。不过，唐佳宇老公出轨，我一点都不惊讶。出轨？你不知道？哎，周莲跟我说的，也不是跟我说的，就是我跟她说，唐佳宇老公回来了，她说漏嘴了，还要我别到处去乱说去。哎，你们俩那么熟，她没跟你说吗？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周琳瞎猜的。也就估计是因为唐佳宇老公出轨，她才会愤然回国。最近她老公又找上门来了，我估计这段时间呢，她心里不好受。那冰箱有可乐吗？唐佳宇老跟我抬杠，肯定是因为她老公出轨，她迁怒所有的男人，并不是针对我一个。这么说也说得通啊。其实，同事骗鬼呀！大钟叔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今年能够评上主任医师，结果遭到了廖主任他们无情的嘲笑，说命里无时莫强求。你空的时候不要总跟他们瞎混，有时间就去外科实习室多练练缝针，知道吗？行。那主任，我什么时候才能知道？等你各项技术掌握熟练之后再说。哎，赵先生，那主任我去吧。哎。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等我想清楚，我就会处理我们之间的事情。我知道，你是说过，我可以等，但是要等多久？你在国外不告而别，我急得都快要疯了。我找不到你，而当我找到你了，我都回来了，这2个礼拜你还是一样，你连话都不愿意跟我说。我不知道我要等多久。是，我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也许是我造成的，但是我们应该一起去面对，一起去解决。我宁可你跟我吵，跟我闹，把你的情绪发泄出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你这是冷暴力，它解决不了问题。我说过，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挽回我们的婚姻，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我也理解，我也愿意尊重。这是我找律师你的离婚协议书，里面说得很清楚，离婚之后，我名下所有的财产都归于你。你再考虑一段时间，如果你觉得我们还有可能，请你回来找我。如果你没有回来找我，那这份离婚协议书就当作是我陪着的礼物。主任，主任，你没事吧？没事。恢复的不错，要再坚持吃1个月就行了。好，爱莲，按上次的药开就好了。下个月再来复诊，随时有不舒服再过来。好了，阿姨，先去交费啊，交完费去取药。好，谢谢啊，不客气。谢谢唐主任。哎，你慢点啊。哎，爱莲还有几个病人？还有5个，是加的。
唐主任，外面有个病人胸疼的厉害，看挂号单挂的是您的号。就是他，让一下，我看有什么反应呢？我胸口疼，哎呀，好疼！我是主动脉瓣狭窄。你这是心肌供血不足，别紧张啊，跟着我做，我给你做个动作会缓解。用力，让外周的血迅速回心。有没有好一些？这样能缓解心肌缺血造成的疼痛，可以吗？好的，马上送回病房吧。唐医生，我怀孕了。那3甲复诊的汇报资料准备好了吗？该医务处准备的都准备好了，需要各科室提交的总结汇报，有的科室都还没交上来，而且我们去催，对方总是一抬忙搪塞我们。让我猜猜，外科？心外、神外、骨外、普外，无一例外。好，那你跟他们说，这个月底不交，医务处抽查他们近6个月的病历，全部按照内科的书写格式来做，不合格的扣奖金。哎，对了，处长，还有医保政策培训班的事儿。处长，你说啊，那个。来，王工。哎呦，天哪，终于是修好了！你们这地方东西太破了。你是说免费提供给你们的我们医院的设备？你别动不动就拿免费说事儿。我是在给你们研究人工心脏，也是为了你自己。这些事情你完全可以找后勤，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打电话？你当我是你的勤杂工吗？你以为我没找过吗？他们拖3拖4的，叫了半天都不来，来了以后粗手粗脚的，而且也没有你修得快。虽然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医生，但是你还别说啊，干这些活你确实是一把好手。我有临床医学博士学位，我有工程学双博士学位，但你还是不会修水管。我不是不会，我是不屑，我要留出时间做更重要的事情。对了，欧阳处长，为了表示对你这段时间这些事情的感谢啊，我现在马上就要实现我那个缩小人工样机的小目标了，到时候请你来做第一个见证的人。水管我修好了，可以走了吗？你这是先天性的主动脉瓣狭窄，什么时候发现的？就是怀孕以后，他们说我是高龄产妇，让我多做运动，但我一动吧就喘不上气儿，胸口也疼，体力下降的也厉害。去了医院一查才发现的，就是上周。你现在是怀孕的第13周13周。这么跟你说吧，你的主动脉瓣狭窄很严重，瓣环小，而且还是个2野畸形。加上你怀孕的月份也比较小，像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般是建议先做一个人工流产，等之后再做人工瓣膜置换。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冒犯的意思，但是我来安和不是来找你的，我要见唐医生。主任今天不对劲啊！怎么不对？从门诊回来就守着一摞纸看，连午饭都不吃了。还不是因为你早饭点的太多，把主任给吃顶了。哎，小百灵啊，你说那一摞纸赵教授给他的？应该是。赵教授找主任说完话以后，主任来门诊的时候，兜里就多了那一摞纸。
真是亡国不复啊！姐，主任，沈丽英要见你。哎，老谢，我们看看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老谢，你干嘛？哎，你这样不好，这是人家隐私啊！不好，不好，这有什么不好的？这就像是家长看孩子的日记一样。他是为了爱护他，他是保护他。啊，你这是什么逻辑？小孩日记你就随便看？我们不也是为了关心他吗？老谢，你这不合适啊！关心是关心的事儿。沈丽英，汤医生，谢谢你在门诊救了我。你挂了我的号就是我的病人，这都是应该的。我听龙医生说，你不想做人流，想在手术换办的同时继续怀孕。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一点，这样对于你跟胎儿都是非常危险的。我明白，别人做不到，但他们说你可以。他们是谁？网上的病友啊。他们说安和重病组专门接诊危重病患。还说汤医生你什么手术都能做。第一，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一个医生什么手术都可以做。第二，你不是危重病人，如果做了人流之后再做手术会非常安全。你在有选择的前提下，你选择了最危险的模式，这是我跟龙医生都非常不赞同。你是我们的病人，我们必须要为你负责。对于孕产妇，医生的救助伦理永远是先保母亲。可我想要这个孩子，难道你不能想想办法吗？不是我们不想办法，只是我们不希望你去冒这样的生命危险，所以希望你好好考虑清楚，好吗？汤医生，汤医生，哎，欧阳，你怎么来了？我这2天给你发微信，你都只回几个字，打电话你又不接。我那天晚上不是看见你健身房的朋友了吗？你跟他们说我只是一个同事，所以我以为你不想有什么发展呢。就为这事儿？喂，先把血止住，我马上过来。好。8天怎么了？来上海干嘛？大出血，好不容易止住，心脏也不复跳，主刀搞不定，把肠子都调来了。哦。潘主任，叶主任，你在这儿干什么？我有些话想要跟你说。对不起，我如果知道事情是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说出
那么多难听的话了。你也没有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是我不好，我不应该隐瞒我结婚的事实。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开口，这种事情挺难启齿的，或者可能是我自己还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吧。总是以为不说出来，这件事情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但其实是我错了。今天早上，我看见你和一个男的在门诊楼，他就是你丈夫吗？对，他给我送离婚协议，他说他还是希望能够挽回，毕竟这段婚姻已经9年了。但是如果我不愿意的话，他会尊重我的选择。那你是怎么想的？刚才本来打算要签字，结果被电话叫来就拨了。不好意思。喂。好，知道了，5分钟。刚才的病人又出血了，准备2次开胸，我回手术室。叶一鸣，今后你不会不排心外的手术了吧？不会了，心外一直是我主攻的方向。哎，主任，来了台急诊手术，大钟叔和龙哥上了，我现在去帮忙。那个17床的沈丽英说要见你。辛苦了。没事。沈丽英，江医生说你找我。我想来想去，还是想保住这个孩子，我愿意冒险。能讲的道理我都跟你讲了，你还是这么固执，那恐怕我就帮不上你了。不然你就换个医生，或者换一家医院。其实这个孩子来的挺意外的。我和我老公结婚10几年，一直都没有要上孩子。后来决定了要离婚，离婚前我们俩喝了顿酒，结果拿了离婚证以后才发现怀孕的。那你的意思，你想用这个孩子挽留你的婚姻？正好相反，离婚是我觉得我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我和我老公都不是坏人，但是性格不合适，在一起太累了，离了婚反而能做朋友。怎么说呢？就是我可以不做一个妻子，但我从很久以前就想做一个母亲了。唐医生，你说我才是你的病人，胎儿不是，可我肚子里的孩子跟我血脉相通，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跟他本来就是一体的。如果你能救我，为什么不能试着去救他呢？胎儿才13周，严格意义上来讲，他不是个人，只是个胚胎。可对我来说，他就是我的孩子呀。我今年已经41岁了，如果现在失去了这个孩子，可能一辈子都做不了母亲了。我不强求你给我手术，但至少请你答应我，答应我想一想手术的可能性，好吗？
We have to stop the bleeding, or she will die. Suction and more blood transfusions. Prepare to clamp at any time. Oh, darn, you look so terrible. It was a long day. I'm so sorry. It's okay. You have blood on your pants. Oh. Dong, are you okay? Dong, I need help! Help! Dong, you okay? Dr. Dong, I'm very sorry to hear that. You had miscarriage. And the baby was only 8 weeks old.沈丽英，汤生，让我们想一想，怎么能帮你保住这个孩子吧。谢谢。病人沈丽英，女，41岁，先天性主动脉瓣狭窄，瓣环偏小，并且是个2叶畸形。正常人的主动脉瓣有3个瓣叶，她只有2个，而且现在怀孕已经13周了，在妊娠第12周的时候。为了同时供应母体和胎儿，心脏泵出的血量是非妊娠期血量的1.5倍，所以很多没有症状的先天病患者都是在妊娠的时候第一次出现症状。沈丽英就是这种情况。是，沈丽英现在虽然表面看起来还不错，但她其实左心室的血压已经非常的高了，因为主动脉瓣狭窄，血泵不出来，都堵在了心脏上，所以肺静脉的血液流不进去，现在形成了肺水肿。如果情况再加重的话，有可能猝死。我现在想到2个手术方案，第一个，风险系数相对而讲会小一些，不用开胸，用介入球囊撑开主动脉瓣。主任，这个是不是得找介入科的主任来看一下？喂，李主任，在医院呢。给我们科来一趟，让你看个病人，尽快。做不了，这个人的主动脉瓣非常的狭窄，很可能根本就撑不开，瓣环小，2叶畸形，即便是撑开了，也很容易引起反流，到时候还得开胸，得不偿失。所以我不建议做介入治疗。那现在就剩下手术这一个方案了。可是你给一个孕妇做手术，这个危险程度不比给普通人做手术。心肺机里的愈冲液会稀释血液，降低黄体酮的浓度，这有可能导致子宫的收缩，对胎儿的影响比较大。但心脏手术要降温，这胎儿无法耐受啊。而且这个心脏停跳液里含钾，胎心对钾敏感，如果控制不好用量的话，胎心很可能会停掉。这些我都想到了，所以我决定心脏不停跳，不用停跳液，单纯血灌，冠状静脉窦逆行，持续保持关注，不降温，常温下做，血压、流量保持比平时还要高。最关键的是时刻监控胎心，发现子宫收缩，立刻注射黄体酮抑制。还有一点比较关键的是，手术时间一定要控制，要尽量快。扩大瓣环，这转期时间怎么也超过2小时，所以一定要控制在2小时之内，风险才会降到最低。我觉得可以做。那就联系手术室，明天开刀。那你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帮你。麻醉医生，叶主任，发给你的手术病历有什么问题吗？可行吗？有什么问题吗？我看了，我觉得可行。我以为有什么问题呢。唐主任，欧阳处长，我听说你又收了个孕妇，
而且还要在保胎的情况下做换瓣手术，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医院现在要进行定期的3甲复审，我怕万一到时候要是出什么事情。我记得袁蕊做供体的那一台心脏移植手术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话。当时呢，他劝我把那个心脏给陌生的病人。他说了什么来着？如果医生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挑选哪个病人得到供体，你能想象这个医院会是什么样子吗？记得真清楚。现在也是同样。如果一个医生因为医院的行政原因来决定给病人做手术的方式是冒险的还是保守的，那这样的医院是什么医院？我自己挖的坑，自己跳下去了。那你这次一定要超水平的发挥，如果影响到3甲复审，我保证在原地爆炸，我会在医务处炸，而且我保证你们心脏中心一定能看到我的碎片。我尽力好吗？尽全力。叶主任，我们去跟病人说一下手术的细节。好，你要保证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哪个医生敢做这样的保证？那万一要是失败了呢？我尽全力努力，行了吗？那你保证吗？我保证不了。那你保证吗？你怎么还没走啊？刚下手术，看你一个人吃，多闷叨啊！约着体外循环跟麻醉碰了一下，明天手术的细节。关键是明天产科还得过来人，盯一下胎心。李同学，我想问你个问题。问。离婚什么感觉？离婚啊？离婚也未必是件坏事儿啊，未必是件坏事儿。他有时候两口子的感情，他走到那步，实在没办法再调解了，就离了吧，他也是一种解脱。怎么了？你这是又？你的意思其实离婚是好事？我可没说它也是好事儿，但就能不离吧？你最好先别离。这个，他毕竟他也是伤筋动骨的啊，他得缓好些日子才能缓过来。就比如说，如果你离过2次、3次这种，那也挺难缓过来的。离那么多婚，其实都没感觉了吧？我有，我可有了，我每次都可专一了，所以我每次都挺伤心的，挺长时间的呢。主任，体外情况监理完毕，你对我管到。胎心多少？胎心平稳136，可以转机了。巡回，帮我记下时。好，下班。胎心下降110，继续观察。准备下班吗？10399，不行，太低了。黄立东，这怎么办啊，主任？不会要重新补吧？没有时间了。唐主任，胎心不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这是我和妇产科医生的职责。可是我现在……相信我。
唐主任，我要开始升血压了。好。胎心多少？再升120了。喂，欧阳处长，你以为你不接我电话我就找不到你了吗？啊？你有什么事儿？如果是水管坏了，请打后勤电话。给你打电话呢是有一个好消息要通知你，我呢已经成功的把人工心脏的尺寸降到了50毫米，我履行了我的承诺，所以现在我邀请你过来一起欣赏一下。来的时候不带杯咖啡啊，不加糖不加奶，然后去食堂顺便帮我打一份蛋炒饭，要加蛋加辣，好吧？喂，我有事儿，先挂了，再见。喂，欧阳，你这是？哦，那天送你的花挺寒碜的，今天给你补上一束。我那天是因为有朋友在，我害羞，所以我才说你只是我同事。要是你愿意的话，咱们可以以男女朋友的形式交往。我不怕被别人知道咱们的关系。那你愿意吗？不要说话，我知道你想问什么。等一下，能看到吗？看得见吗？我相信6个月，6个月之后，你就能看到一个健康的孩子了。唐主任，叶主任还没下班吗？啊，刚要走。嗯，你怎么了？这是离婚协议。我还没有签。5年前我流过一次产。沈丽英说，她跟孩子是一体的，孩子就是她的血肉。可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体会过这一点，直到流产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已经怀孕了。可是当时我的想法是，真庆幸啊，不用为了生孩子停下工作，也不用为了做流产的决定而背负内疚。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其实这也没什么，每个人啊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你只不过是选择了工作而已。回头想一下，好像这些年，我每一次做选择，放在第一位的都是工作。我做过特别多次很自私的选择。我真的不是一个好妻子。
其实赵吉安很想要个孩子，想要一个家，可是最后他还是妥协了，因为他知道我不会妥协。其实他就是这样一直包容我，包容了9年。他说的对，我们不仅是夫妻，还是彼此唯一的亲人。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字要怎么签，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它，好像没有办法前行，更没有办法后退。其实，你的心里应该已经有答案了。既然你不想放手，那就紧紧把它抓住吧。